日本和牛其实真的可以很便宜，之前那些很贵的店都是我骗你们的。又到了吃烤肉的日子。今天我们去的这家店，就是在我打工的时候经常去的一家店。这里的5盘肉可能还没有高级烤肉店1盘贵。这家店它在中目黑，这里有一条非常可爱的街道，感觉千寻下一秒就要出来把我吃了。我感觉这个地方它充满了一种非常精致的生活气息。虽然在日本已经吃惯了生肉，但是你每去一个店都会解锁一种新的生吃方式。嗨，阿赞玛斯，生拌牛心，这一碗里面没有一个是熟的东西，吃起来其实就是下酒菜，但是它的肉香真的很醇厚，和吃肉排的部位很像，因为它的酱料盖过了内脏味，其实也有一点像生鱼片的感觉。一旦克服了这种恐惧，还是挺好吃的。这一盘很像韩国泡萝卜菜，牛不是有4个味吗？一般吃第一个味道会比较多，因为它很厚很有嚼劲，你就嚼吧，一嚼一个不吱声。这家调味是真的很好。接下来这一盘也是生的。薄切的牛心像是固体鸭血，这个比刚才更有牛心的味道啊！现在我的胃里啊，3盘菜全是生的，我像一个丧尸，它很像广州居酒包里炖出来的猪肝。我真的很喜欢吃内脏的味道。今天我们点的第一盘熟肉是绞切牛舌，终于要吃点熟一点的东西了。烤得刚刚好的话会非常的入味，绞切吃起来就很像去了皮的菌根，柔中带脆，还可以挤出油水。第一次觉得绞切的可以这么好吃，而且其实我觉得相较于厚切跟薄切，这种绞切的性价比会更高一点，又咸又带一点点胡椒味。接着是横膈膜肉，它可以说是日式烤肉的代表菜，它是内脏肉，就是牛的胸腔和腹腔中间的肉，所以它其实是纯内脏和纯肉都无法对比的口感。横膈膜肉里面的汁水都是入了味儿的，它没有嚼劲儿，但就是强调一个水多。每一次的咀嚼，口腔和肉的缠绵都很有快感。他们家腌制肉的方法真的很特别。接着是烤牛心，它很难烤，你要烤到它的表面焦而不老，吃起来会有点像肉筋，很耐嚼，但是满嘴的肉感和内脏味又会让你很满足。它不是一种很脆的东西。然后这个是牛脸肉，它其实这个还挺贵的，就是一头牛身上只有1公斤哎，因为牛经常用到这块肉，所以这个肉很活，肉质非常的细嫩，而且它里面很多胶原蛋白，很有胶质感，还不会塞牙。我觉得这肉可以撒点柠檬。接着是小肠，小肠烤起来就会很脆，嚼到里面牛油味才会出来。这家店对于内脏的调味我可以给满分。然后是牛心管，吃起来很像超厚切的黄喉，但它其实是牛心脏中提取出来的大动脉管，你牙齿一咬就能把心管分成2半。然后是麻辣孜然味的牛肚，牛肚真的很好吃，就是又脆又软的迷人口感。牛大肠就不用说了，牛油口香糖，好吃但是很难嚼。薄切的牛舌就是要叠在一起吃。最后还来了一盘牛舌刺身卷，中间包裹着生脆的葱花，像是在嘴巴里面拌了一盘葱拌牛舌，里面是日式的那种香油葱酱的味道。我甚至觉得它很解腻，还送了我们一盘味增版的横膈膜，其实吃起来就是甜口的照烧。最后的主食是寿喜烧，想不到吧？这种平民烤肉店也会有烤肉寿喜烧，它这个有一种吃筛子牛肉的感觉，因为油水很多，一口下就像在喝牛汤一样。最后的冷面就是用来清新口气的，其实是我们点太多了。总的来说，他们家的牛肉品种虽然没有那么高端，但是每个部位很讲究，并且调味非常的合适，就会有一种花小钱办大事儿的感觉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维尔。啊！就连欧洲第一的德国队都打不过日本了吗？那岂不得吃个法餐庆祝一下？等一下，你这个流量蹭的也太勉强了。像我这种非常会选餐厅的人，隔三差五不来当一下大冤种，我都浑身难受。我其实一直没搞懂，就是为什么好吃的法餐它都在日本和英国。今天我们去的是一家日系法餐店，但是为什么说到日系，你们待会儿就知道了。感觉这是一种很新的料理，结合了法餐吃不饱，日料还很贵的2个特点。虽然很冤，但谁叫我买了日本队呢？嘿，今天我们来的是日本的麻布十番，是我觉得在东京最小资的一个地方。我的梦想就是在这个地方买套房。进店之后感觉这家店是懂那个暧昧氛围的。这是我们的呆滞77。今天的第一个菜就很圆，虽然是前菜，但是炸汤圆，不过它里面包的是煎鱼，好日啊！然后是一碗热的冒烟的河豚汤。你们说法国人吃过河豚吗？喝起来像乌骨鸡汤，我很喜欢那股很浓的药膳味，它又鲜又养生。下一个前菜是高脚杯里装的蟹肉，感觉这个好像有点东西，虽然不够塞牙缝，但它在蟹肉里面居然加了苹果，再点缀了一点海胆和鱼子酱，日料的奢侈上来了。下一个菜摆盘虽然好看，但当我夹起来一筷子豆苗的时候，我感觉它的 CPU 无鱼。好在这个鱼肉比较嫩，一点淡淡的葱香，蘸上一点旁边的奶香微甜的酱汁，我更饿了。法餐的前菜真的就只是为了让你开胃菜。我们已经吃了1个半小时了，还在吃前菜。接下来这个应该是我们最后一个前菜了，面包配虾头汤。我发现法国人特别爱吃这个菜。这个主菜端上来的时候，就是说我的一个眼流花都包起了。第一个主菜是惠灵顿鱼排，我其实不确定是不是叫这个。把它切开以后，酥皮鱼肉和菜的横截面看上去很有层次感。它这个酥皮单吃起来就很像烤好的小饼干，一整块下去又能嚼到鱼肉的鲜味感，还有面包的油香和蔬菜的清香。我懂了，它这个非常的日法混血，再配上一点黑松露，还是很有法国的感觉。好香啊！下一个主菜是烤芒果和牛排，这又是什么新奇的组合？感觉吃那么多前菜就是在为了等这个菜。但你抛开之后才发现，它是芒果和千层土豆，每一层的里面还夹着芝士，最上面那层特别酥脆，味道有一点点淡淡的果甜，但是土豆的淀粉味更突出，就像吃了一口牛奶果味的土豆泥。它这牛肉好好切开哦。这一块蘸了红酒巧克力酱的牛排，就是纯正的法国味道。牛排的口感很嫩，咸甜的味道会越嚼越香，但我觉得其实换成鹿肉会更加的法国。然后这个是我们最后一个主食，这个菜也是他们家的特色招牌菜，
鱼肉饭盖子打开的一瞬间，不选吃葱的应该会很沉默，因为它用的是鱼腹肉，所以很肥，肥到它那个饭里面都是鱼脂的香味。特别是把米饭拌匀之后，你每一口都能吃到那个长地香里面的鱼肉的香味，好吃啊！这个菜真的是专业疯了，特别的日本。吃最后的甜品又像回到了法国，虽然不是很正式，只有一个甜品，但它的颜值和味道都还是很厉害。其实一个甜品做好就够了，3个半小时，吃了又像没吃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哼哼，足球反着买，别墅靠大海，怎么样？一盒鳗鱼饭可以在日本卖到天价，为什么它可以这么贵啊？据说是因为日本鳗快灭绝了，但这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噔噔，鳗鱼饭作为日本很早很早以前的一种传统美食，我突然开始好奇它最老的店还在吗？然后我就在网上搜到了这家店，果然又是那种开了100多年的店了。这是什么呀？好恐怖！我操，这个棕褐色，删文一下。今天的废话也很多呢，事与不长嘛，我们开始吧。哇，我们目前找到的是1910年开业的，虽然我猜在整个日本应该还会有更老的，但这家112年历史的店已经是我们的极限了。它在江户川桥的附近，又是一家躲在钢铁森林里面的老店呢。日本这种带庭院的店都很贵。这是一个特别老旧的木造房子，我就害怕他们木板下面藏了什么奇怪的东西。哦，すごいね。他们家这个菜单上面的照片是100多年前开业的时候拍的，不要想那么多，开始吃饭。小菜是个豆腐，上面点缀了一点姜丝，果然有钱人都喜欢吃豆腐的，非常没劲。第一个前菜是个小3拼鱼板鲷鱼毛豆，怎么感觉这个前菜比别家都还要穷酸一点，无语。然后第二个前菜是用盒子装的，但是打开之后怎么还是3拼？为什么这个鳗鱼饭的前置步骤那么多啊？豆腐皮儿好吃，但是没什么味道。然后这个是日本人很爱吃的干明太子，是用盐腌的，非常的咸，不应该用来下饭的吗？然后是酱油章鱼头，吃起来更像酱油胶泥。接下来这个是我喜欢的鳗鱼茶碗蒸蛋，很烫，吃的时候小心一点。鳗鱼的那个香味已经渗透到了蛋里，而且我一直觉得鳗鱼的香味和鸡蛋很配。接下来这个也是我很喜欢的海带黄瓜鳗鱼，它是一个凉菜，用烤过的蒲烧鳗配了下面的酸汤，酸酸冰冰的味道特别开胃。然后最后一个前菜是鳗鱼骨，我们见过很多次了，特别的好吃。这个我愿称它为荤薯条，就拿着手吃，嚼起来非常爽。然后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等来了我们的 C 位，他们家的主角鳗鱼饭，单点这个饭的话是9000日元。虽然这种老店确实好，但就是有点费钱。鳗鱼饭的传统做法就是先烤后蒸，是为了让那个浓郁的酱汁渗透到鳗鱼的内部。你们看它微微上翘有点焦的那个肉，其实我觉得第一口建议和饭一块吃，因为它米饭里面也是那个酱汁，这才是最完整的口感。哇！你其实夹起来之后闻到的不是酱香，而是那个炭火的香味，因为鳗鱼的肉特别容易附着那个炭的味道。焦炭烤鳗鱼中间的部分就是要这种一筷子能够夹断，从肉到里面的刺儿都是软的，但是皮一定要是焦的。放很多了。哦，只有现杀的鳗鱼才能看到里面白花花的肉。接着中途来一口腌萝卜。据说先烤后蒸是为了锁住鳗鱼最原始的鲜味，所以才会有那种肉眼可见的鲜嫩程度。果然老店的黄肥鳝还是不一样，然后会上一碗鳗鱼干做的汤，烤过的鳗鱼干会让这个汤带上一种苦苦的茶香。最后是一牙哈密瓜，这东西在日本还不便宜。最后我们2个人一共吃了这么多，好像还有点贵。阿基推荐指数8分。秋天不一定是贴秋膘的日子，也可以是吃大闸蟹的日子，但是那还不是贴秋膘，是一整个公蟹的那个钳子的肉。今天我们去的这家店可以说是满足了我对大闸蟹的所有幻想，毕竟你全程都不用自己剥壳，全部给你剥好的蟹黄和蟹膏。这也是东京唯一一家米其林的大闸蟹店，它会牢牢的粘在你的舌头上面，奢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找到这个店在东京的日本桥，是一个非常高级的商业圈，也聚集了非常多的米其林餐厅在这儿。就其实你要在日本吃到非常纯正的中国螃蟹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，但是今天我们就可以吃到爽。こんばんは。我是做包蟹，我就坐右边吧呢。非常的害怕，但是也非常的饿。好了，我们废话说太多，直接开始吧。这是今天打头的小凉菜，红彤彤的糖腌番茄，就像小时候妈妈做的。然后正餐前还会有一小杯汤，这个汤应该是勾了芡的，喝起来很浓稠。哎，越喝越饿。入秋之后的第一口蟹肉，给大家表演一个空口吃蟹肉，它是现拆的蟹肉做的塔，然后上面点缀了一点鱼子酱，一勺送进嘴里，满满的蟹肉，一下又打开了味蕾。接下来就是螃蟹界非常出名的一个菜，醉蟹，一生一熟，熟的就叫熟醉，生的就是生腌。打开生腌蟹壳的那一瞬间，它已经帮你把蟹黄、蟹肉之外的东西都挑走了，它这个味道我觉得非常的神奇。先是那个微甜，然后再是膏黄的鲜嫩绵润，吞下去之后嘴巴里都是酒香，再来一口挂水的那种。那个绍兴酒的味道特别浓，然后是一盘金灿灿的炸带鱼。我上一次吃到这个菜还是3年前在国内，特别的酥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日本人不吃炸带鱼，明明这么香。然后下一个菜还比较复杂，师傅先是端了一堆配料，然后当场炒蟹黄、蟹肉，还有荤粉丝。他那个蟹膏放在锅里一炒，你就能闻到空气中弥漫的那个蟹黄味，而且身上非常痒，像是有螃蟹在爬。我现在就要吃到，吃进嘴里，我的第一反应它很像高配版的学校门口炒粉的感觉，但是你只要多咀嚼一下，你就能尝到里面颗粒感的蟹黄跟蟹膏。今天我们阵仗太大了，我们前后总会吃大概
概小20只蟹。下一个菜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吃到的东西啊，酸汤肉燕抄手，里面包着的是一个完整的大闸蟹前肉。它和普通抄手的区别就是，这里面的蟹前肉更弹更鲜甜，再加上它那个酸汤很稠，还带着一股药膳味，特中华的药材味，瞬间感觉特别养生。不到150。接下来这个菜又很厉害，谁能拒绝一碗揭开盖子还在咕噜咕噜的蟹黄麻婆豆腐呢？正想说吃川菜怎么可能没有饭，拿了一小碗非常迷你的，特别可爱。它听名字就非常的奢侈，闻起来是一种干锅香辣蟹的味道，入口最先是那种熟悉的郫县豆瓣味，有点冲但是很香，豆腐非常紧实，而它是用真的蟹黄炒的，没有科技与狠活，就是刨饭。然后接下来的2只大闸蟹是我们今天吃的30多只里面最肥的2只，感觉师傅在你旁边剥螃蟹还是会有点紧的。看着服务员把螃蟹拆开，又摆得整整齐齐，甚至还有点像艺术品。就问这一壳的蟹黄蟹膏，谁看得不迷糊？有大口蟹黄，它这个蟹黄真的是鲜的饭甜，这里面的油香你都不用细品。然后接下来这一盘就是今天的王牌，秃黄油捞饭，橙红的蟹黄和蟹膏看着就很有食欲。把它倒在饭上，我们先尝一口原味，原味吃起来就是很香很甜，蟹膏会粘稠的挂在你的嘴巴里，舌头去舔的时候还会有点难舍难分，但是多吃2口可能就会腻。这个时候加一点旁边的黑醋，就更能激发螃蟹的香气。我发现加了醋溜的更好。这个菜真的太爽了。然后下一个菜非常清爽，芦笋炒蟹腿，就是蔬菜，对，它是蔬菜啊。最后的压轴还挺有意思，是一笼巨大的蟹粉汤包，它这个皮很神奇，它其实很薄，你可以看到里面的蟹肉，但同时它又可以提起来玩，还配了一个吸管可以喝里面的汤，像蟹奶的那个感觉，肉汁混着蟹香，而且它这个里面的肉馅也混合了蟹黄，我感觉这一个汤包就用了好几只螃蟹。收尾的甜配是这种梨汤，喝起来暖暖的很舒服，秋天的梨汤果然就很润肺。吃完螃蟹再喝一碗姜茶，暖暖胃。今天这一顿饭真的让我体验了一把螃蟹自由，而且你是在东京，这家店就感觉比国内的餐厅还好，而且推荐指数9分，卡玩意儿。